很多人会这样，就是他在想跳槽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他发现超级难。你确定你想跳槽，但是你又离不开，你在现在的这个工作，你觉得更不开心。经过这次跳槽，我不止薪水真的翻了1倍，我也升职了1等。想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确的选 offer。如果你选不好的话，你真的就是给自己挖了再2年的坑。好久不见，我是 Judy。今天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个我跳槽的小故事。在去年7月的时候，我萌生了一个跳槽的念头，因为当时我的工作慢慢的让我觉得有点越来越没有挑战性，所以我前后大概花了2个月的时间准备，跳到了我现在这家公司。经过这次跳槽，我不止薪水真的翻了1倍，我也升职了1等。所以我想要录今天这个影片，分享我的跳槽的过程，还有当时跳槽的时候用的一些小技巧，希望可以帮助到所有正在考虑跳槽，或者是已经准备要跳槽、正在面试找工作的朋友。影片的最后还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就是这次的跳槽让我躲过了一批裁员期，记得看到最后。在开始之前呢，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频道的话，我的频道主要是做海外生活、工作还有自我成长的一个频道。如果这是你喜欢、有兴趣的话题的话，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会分享更多内容给你们。按下订阅。这个故事呢，就要先从去年7月份讲起。去年7月份的时候，我还在加拿大的温哥华，我是在一间中小型的科技公司工作，我的职位是 Sales Operations Analyst， 我基本上是做公司的销售还有运营方面的数据分析。去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的公司跟很多的产业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包括我们的公司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那导致很多原本需要资金去启动的一些新的 project、新的招募计划、扩大我们的团队，这些等等的都停摆了。这些东西对我造成有什么影响呢？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很多那些新的 project 是我非常期待，因为很有挑战性，我可以有很多机会去学新的东西的。因为资金的关系，那些 project 就停摆了，导致我期待我想做的 project 就不能做了。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当时的 team是人手不足的，有很多的工作变得很重复性，对我的职业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到这边呢，我想要讲的第一个重点就是跳槽之前，先了解一下自己为什么不开心，为什么想跳槽。在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跳槽的情况下去跳槽，很容易你跳到下一家的时候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找下一家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去选这个公司去帮你解决现在的问题。我调到下一个公司，我过了没多久之后，我还是不开心，又跳了一次。那这个长期下来，对于职业发展来讲，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重点就是你想跳槽之前，先清楚的了解到自己想跳槽的原因，这样对你之后就是找工作在跳槽的准备的时候会非常的有帮助。故事继续，在我了解到自己为什么想跳槽，在找工作之前，我还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积极的跟我当时的老板做很多的沟通，我有先尝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时呢，我就是跟我老板有很多的 one on one， 然后我也其实我等了整2个季度，就是半年的时间，看看这个情况有没有什么改善。但是每个季度都还是一样，很多一开始我想做的 project最后都 cancel 了。这些东西我老板也很诚实的告诉我，因为公司的关系，他的 budget 的关系，他实在是没有办法提供给我想要的机会。所以呢，虽然我尝试解决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真的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是大环境还有公司的整个情况所导致的。那我只好开始找我下一个机会。这里也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的第二个重点，就是如果你现在的这个问题可以在你这个公司里就有得到解决的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对我来讲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因为在公司里面的人可能可以看到你很大的转变、很大的进步，那这可能是有助于你加薪或者是升职一个很好的办法。毕竟你进了这个公司，你待了几年，你已经卡在一个位置上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不一定要轻易放弃，从一个地方重新开始。所以当时我虽然有这个跳槽的念头，但是我还是决定我先尝试解决一下问题。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你想跳槽的那个原因，有的时候很有可能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如果今天你自己的问题不解决，你跳到哪一个公司都还是一模一样的。就比如说你今天觉得你薪水很低，你是不是可以跟老板来一个 one on one， 确定一下是不是自己真的 performance 超好，但老板就是看不见你，他没有给你好的薪资。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很好，但在别人的眼里可能不是这样子，又或者是你表现很不错，但是你跟别人对比起来，别人表现更好，那马上就把你压下去了。所以这些是要考虑的。
那还有一点，我听到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 team、我的老板不是很好。我觉得人跟人之间这个是互相的，有时候也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自己跟同事还有老板做应对的时候，还可以做更多的努力。所以这些是我当时确定自己想离职的原因之后，尝试解决问题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好，故事继续，确定自己想要跳槽的原因，也尝试解决，但是发现真的不能解决之后呢，我并没有马上的开始投工作或者是改我的履历。我先做的事情是调整我的时间表，然后给自己搭建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那我为什么会这么做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没有发现，跳槽这件事情真的超级花你的时间，也超级花你的精力。有的时候甚至我觉得它可以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另外一个份工作。所以比如说当时我会在工作的时候比较积极一点，让我正职的工作可以在比如说9点到5点都可以顺利的完成，甚至可以早一点点下班，不要拖延的情况，不要加班的情况，那早点回家吃饭，然后吃饭之后准备2到3个小时的时间去准备面试或者是修改履历、跳槽等等的事情。同时呢，我也给自己搭建一个很好的心理建设，就是我告诉自己这件事情可能短的话要花3个月，长的话可能要花6个月，它不是一个短跑，是对于有些人可能来讲是有点马拉松的状态，给自己定一个好的一个心理的建设，所以你就不会在真的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突然的发现这件事情比你想象的还要难。很多人会这样，就是他在想跳槽的时候呢，并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他实际去做的时候，他发现超级难，而且一直碰壁，你就很失望，很受打击，结果造成他半途而废。这件事情造成结果是什么？你已经确定你想跳槽，可是你又离不开，你在现在的这个工作，你觉得更不开心，你那个心一半都已经飞出去了，你的脚都已经跨出去一半了，但你还走不了。你觉得你在原本的公司表现会好吗？其实真的也是会有影响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我第3个想要分享的重点，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建设，制定好一个好的时间表很重要。加油！这有录进去吗？好，故事再继续。所以就在我搭建好一个心理建设，排好我的时间表之后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来了，就是改我的 resume， 还有海投我的履历。改 resume 呢，这个我觉得可以单开一集，今天先不讲履历这个 part。但是第4个重点，我在这边想要分享的就是投履历的时候一定要海投。很多人可能不会同意这个做法，但是我自己是这个派系的，我一直是把我之前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我要跟你们讲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做。我当时投了大概是50家、100家左右吧，我就狂发。那这件事情给我带来的好处就是，我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拿到比较多的面试。那在短时间内拿到比较多的面试有什么好处呢？第一个就是那段时间一直很专注的做这个面试的准备的话，效果会比较好。在你有很多轮的面试的经验的情况下，你一次一次会表现得更好，因为你会更知道怎么回答那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是，比较容易在短时间内拿到比较多的 offer。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去谈你的薪水。比如说你今天拿到这个 offer， 这个 offer 呢是你觉得不错，但是没有到你理想的价钱，另外一家给你更高的钱，可是你没有那么想去那家公司，你就可以用你这个 offer 去跟原本你想去那家公司去谈，让他们去 match。那最终你可能得到的薪水是比你想象中还要更多的。第3个，我觉得海投履历有一个好处是，因为你在跳槽之前可能在你原本那家公司已经待2年或者是3年了嘛，所以表示你可能不知道现在的市场招募情况是怎么样。如果你有大量的面试机会，你比较能够清楚知道自己的市场价值。所以这是我觉得短时间内投大量的履历，有机会得到大量的面试，拿到 multiple offer 一个很好的优势。故事的最后，当时我海投之后呢，我大概最后是收到大概20几家左右的面试机会。那我实际上收到 offer 呢，就是5家，其实不是特别多。这一边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如何正确的选 offer。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可能是整个跳槽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了。因为如果你选不好的话，你真的就是给自己挖了再2年的坑，甚至是3年、4年、5年的坑。那当时呢，我拿到这5个 offer 的时候，在网上查了很多，看到有一个人讲的真的特别好。他讲的一个方法就是完全跟我原本在做的 research 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他用了一个更清晰、更明白的方式去做解说。但这个方法就叫做 simple， 用6个 category 去帮助你决定说哪一个公司是更适合你的一个公司。simple 呢的 S代表的就是 skill， 就是这个工作有没有让你运用到你现在的 skill 之外，你还要学到很多新的东西，在工作上可以持续学习，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simple 里面的 I 就是大家都很在乎的 income，5家里面
我基本上就在前面那2家挑，后面那2个差的有一点多，我基本上是完全没有考虑。如果没有办法支付你满意的薪水的话，就算一开始进去就说没关系，我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少拿一点钱也没有关系，你最后有很大的机会会去抱怨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薪资很重要，要为自己去争取。然后第3个 simple 里面的 M 指的就是 manager， 你跟对好的 manager， 他可以给你很多资源、很多帮助，而且可以教会你很多事情。在面试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说这是不是你想要跟的一个 manager。接下来 simple 里面的 P 就是 passion 这件事情，我觉得做工作不是只是完成一个任务而已，工作跟生活是一个很紧密相连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兴趣，你很容易造成自己不开心。那你不开心的情况下，很容易造成你就是 mental health 甚至是 physical health 都不是很健康。第5个就是 simple 里面的 L link， 它讲的就是相关性。就比如说你之前有3年的销售经验，那我可能现在做的这个东西跟销售还有搭上关，这就很棒，因为你可以用之前得到的经验做一个融合，那帮助你这个工作，然后又更上一层。所以在选 offer 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定是你要考虑一下的。最后 simple 里面的 E 就是 environment， 这个我就想补开头讲的那个坑，一个公司的前景真的很重要。那我在今年真的前几个月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去年离开的那个公司，在今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蛮大量的裁员。我当时的那个 team 几乎走了一半，而且有些走的都是比我资深的分析师。当时就心里有一点震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当时还在那个公司的话，我觉得我非常有可能就是被lay off 的那一波人，我自己感觉啦。所以这件事情就证明我当时在想跳槽那个原因，那个 signal 是对的，因为当时就是因为经济不好，造成我没办法做到我想要做的工作等等之类的，我才会有接下来跳槽这一系列的动作。所以呢，总的起来，我觉得这5个方法真的在我跳槽的这一段过程有很大的帮助。如果你有正在思考跳槽这件事情，这个影片可以提供给你一些新的想法、新的 idea。如果你有其他的问题，欢迎你在底下留言给我，我都会回复你。如果你有希望我讲其他的内容，也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过日感节目录得很快，按赞订阅，按赞订阅，按赞订阅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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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按赞订阅，再一次。